印度海军打算在马六甲海峡猎杀中国的舰船，看来呀，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大英帝国了。各位网友，大家好。印度人拉贾梅隆公开表示，可以把中国的商船呢围困在印度东侧海域的尼科巴群岛，然后在马六甲海峡围猎中国前往救援的舰队。他大概不清楚解放军的陆军集团军呢能够从西线边境直接压制新德里。最近呢，担任过印度海军助理参谋长的拉贾梅隆公开表示，如果印度陆军在喜马拉雅山一线不能打败解放军，就应该动用印度的海军迅速行动，把中国的商船呢围困在印度东侧海域的尼科巴群岛，然后在马六甲海峡设立投沙区，围猎中国前往救援的海军舰队。中国派的舰队越多，损失越惨重，这样就打断了中国的崛起。看来呀，这位拉贾梅隆还真是印军的高参呢。印度上至政府精英阶层，下至民间百姓，都有一种奇怪的心态，那就是把自己当作大英帝国的继承人，觉得印度拥有英国那样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体制、强大的军力和国际影响力。如果把时间推回到1840年，英国海军要是想在马六甲截击中国清朝的商船，那还真是一件手到擒来的事儿。马六甲海峡一直是中国经济安全和贸易安全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我们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向南亚、西亚或欧洲出口产品，也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从波斯湾进口石油。所以马六甲困局一直是中国战略安全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不过到目前为止，有资格给中国造成马六甲困局的也只有美国。除了美国之外，和马六甲相关的所有国家，包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都不可能影响中国对马六甲航道的合理使用。这其中的原因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分析。从正面来讲呢，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中国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努力的从事经济建设，已经成为重要的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上面说到的这所有的国家都从中国的飞速发展中获得了好处。如果马六甲航线中断，影响中国的经济运行，对这些国家来说也绝不是什么利好的消息。从反面来看，我们谈到的所有的与马六甲相关的国家，把军事力量加在一起，也不见得是中国的对手，而且几乎全都处在中国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下死命去得罪中国吗？那除非是脑子进水了。但是在印度，脑子进水的人是比比皆是。我们翻看印度建国以来的军事历史文献，有相当的一部分是不能够描述真实的历史，不合乎真实逻辑的自说自话。比如说在描述关于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这是文献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印度军队如何英勇作战，以少胜多如何把中国军队打得大败。按照那些文件的描述和记载的话，打赢1962年中印边境那场战争的那完全是印军呢。可以想见这样的历史记载对印度人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印度的军事理论研究人员对于战争这个概念缺乏清晰的认知和严谨的逻辑思维，特别是对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那更是一知半解。在他们看来，打仗就是在小片地图上画画，对手一定会按照自己的剧本进入战场。这种典型的堂吉诃德式的思维，在现代战争这种最讲客观真实、最讲究综合实力、最讲究智力思维的角逐场上，那要不碰得头破血流才怪呢。印度在马六甲海峡能够给中国找什么麻烦？马六甲海峡是一个东边窄西边宽的喇叭形的海峡，一贯被人们称为战略咽喉，绝大部分海区的宽度还是很大的，甚至于比台湾海峡还要宽。马六甲海峡最为险要的部分并不是在印度洋一侧，而是在太平洋一侧的新加坡附近。我们从海图上就可以看到，真正的锁尺就是在东侧的深水航道，位于新加坡的领海当中。新加坡也因此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印度能够影响的马六甲的西出口，水面宽度达到370公里。只有像美国海军那样的强大的海空打击力量，才能够对这个海域实施有效的封锁和控制。印度海军是没有这个战术能力的。另外，中印两个陆地接壤，印度在马六甲海峡对中国采取任何侵犯性的行动，且不说中国海军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都必然会在陆地边境招来中国的报复。中国对于印度的地面和空中优势是明显的，仅仅依靠解放军的陆军集团军的火力，就能够从西线边境直接压制印度的首都新德里。或许有人会说如果这样反应是不是有点过度了？考虑到马六甲海峡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意义
和中国社会稳定的价值。如果印度在马六甲海峡拦截中国商船，那么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反应都不能认为是过分的。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